大家好，欢迎收看玩具玩具，我是雾。乔23，很久没有坐在这边了，跟大家分享一些玩具的事情。没错，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是要来跟各位玩具人分享2025年上半年编辑部推荐的玩具。这个上半年推荐玩具呢，玩具人的老粉都知道，就是我们每年一定会推荐的，生怕你们一个不小心就漏掉。推荐一些玩具给大家消化预算，不然的话，等它出了之后才发现，可能会买不到。我们就从第一棒千豪来跟我们介绍他第一个要介绍的玩具。那我第一个要推荐的呢，算是一个可动人偶的系列 ，Super 7推出的 Super Cyborg 系列的铁巨人，它是有11寸，2728公分左右。那它这个 Super Cyborg 系列呢，就是主打你可以把外装甲拆下来，然后看到里面的机械内构。而其实它除了机器人角色之外，其实也有出别的，比方说像是怪兽啊，或者像忍者龟的克朗那种，你可以看到它内部的一些构造。这次的这个铁巨人呢，它在2023年的9月，那时候就有出一个一般颜色的版本。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依照他们的这个个性，说不定之后会推出透明版的。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我在写文章的时候，也有写说，有可能之后也会出。现在2025年4月会出。然后就回去翻之前的，然后就发现，神预言，对我大胆预算是没有错的。对，我觉得铁巨人也算是大家蛮喜欢的一个，应该是我们这代喜欢的。如果Super 7没有出的话，现在要买其实也是蛮难的，其实蛮贵的。因为最近如果铁巨人要买，你可能 Super 7的吊卡，或是这个 Super Cyborg， 或者是你要买到蒙斗那个等级，就是会更贵。这次这个透明版本的铁巨人呢，它也是有把它的外装甲有5个可以拆下来，可以看到它的机械内构，因为它透明的，所以你拆或不拆都可以都看得清楚。对。那它这次跟一般版不一样的地方是，它的机械内构的涂装有用更加金属、更厚重的感觉去做整体的涂装，所以你拆下来之后呢，看起来会更加的帅气。那再加上本身的可动的机构，然后它有那个小男孩主角豪加斯，就可以跟他一起互动。只是站在肩膀，我觉得那个豪加斯没有一起变透明的那个可惜。喂，如果那个豪加斯一起变透明的话，就神作。但是那是他的幽魂吗？做一个豪加斯，然后里面有他的内脏。因为它只有4公分，难度上有点困难。对，那这个铁巨人的话，我自己觉得它算是一个蛮值得收藏的一个角色。那接下来我要介绍的 SHF 即将在6月、7月发售的 Hunter， 第一波发售的是我们的奇亚跟我们的小杰。有在关注的玩具人应该都知道，距离小杰跟奇亚出可动人偶可以追溯到好几年前，还是别家厂牌出的。讲一下 Figma 没关系吧？习惯了，被制约了。因为之前奇亚跟小杰呢是 Figma 推出的，那2组呢，其实现在你要找也找不到，价钱也超级高，所以在这次的 SHF 推出之后呢，没有任何悬念，马上就下单了。那这次的小杰呢，就是经典的绿色的衣服的造型，那它的配件呢是有猜拳的这个石头，它的剪刀钓竿好像没有讲，没有钓竿，比较可惜的一点是没有钓竿，但我觉得以各位玩具人的这个聪明才智，去弄一支钓竿其实蛮难的。没有啦，有些转蛋会有那种1/12的那种钓竿系列啊，然后把那个球球涂成红色的，应该是没有问题吧？虽然小杰没有钓竿，不过我觉得有推出我就很感恩了。因为其实万代的官方 X 一发出那个剪影的时候，就造成轰动。对啊，因为毕竟猎人在这几年出了蛮多商品，一番赏啊什么，一看现在一番赏好几弹都一直在出了。还有那个最近有一个很赞的转蛋，对啊，新4篇的那个。那另外一个7月要发售的呢，就是我们的奇牙的部分。那奇牙呢就附上了神速的特效配件。这2组最赞的就是它附上了很多的可换脸，正常的生气的啊、微笑的表情之外呢，还有附上一些比较俏皮的，像是奇牙的猫脸跟小杰的吐舌头。那它的关节呢也是采用比较新规的零件，所以我觉得也是蛮期待的，真的不买会后悔。那接下来换我，既然2位都讲了，算是一个童年经典 IP， 那我今天要介绍的第一棒就是万代所推出的数码宝贝魔物猎人联名怪兽对打机。这个很赞诶。那因为前阵子呢，数码宝贝25周年的时候呢，也有推出这个怪兽对打机的复刻版。它这次就结合了魔物猎人里面的魔物角色，它就是有邀请到那个数码宝贝的这个灵魂设计师渡边健史老师，这次就推出了魔物猎人的原创怪兽，融合了这个火龙跟暴龙兽的这个熊火暴龙兽，结合了雷狼龙跟加鲁鲁兽的这个雷狼加鲁鲁兽，就是采用8 bit 的风格，英雄之证的配乐也会在里面。对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受不了吧。那它这次
的商品呢，有推出这个火龙跟雷狼龙2款不同的这个外壳造型，它里面收录可以培育的角色就有36种之多。除了介绍《魔物猎人》20周年联名的这个系列之外，怪兽对打机在下半年也会推出跟哥吉拉联名的怪兽对打机，超我真心觉得真的超过分的。有什么哥吉拉可以啊？哥吉拉跟丧尸暴龙兽真的是会做，就是他有认真在设计，对，还有机械暴龙不是，就阿姆空付了多少钱到底？融合的授权这很夸张吧？而且我跟你讲，最过分的是什么？就是因为它里面这种融合兽造型真的会太吸引人之外，它还可以再把这些融合兽单独再推出独立的，比如说转蛋啊、模型啊，真的太厉害了。这我觉得这个商机无限，永动机，对，值得各位玩具关注一波。接下来我的第2棒是可爱的东西，盒玩 Remain 推出的布丁狗最喜欢的烹饪。看到跳选这个我是蛮惊讶的。对啊，竟然是布丁狗啊！我跟你讲，就是蚊子布丁什么？布丁狗，噔噔噔噔像那种大叔的冷笑话，对，这就是这个就是大叔的冷笑话，大叔的冷笑话，大叔的冷笑话。原来如此，还敢讲啊！他把布丁狗跟一些甜点还有咸食做一个结合，他以布丁狗快乐的烹饪为主打。除了主厨是布丁狗之外，他会做出各式各样的布丁狗的甜点，他的料理用具也都是布丁狗，还有布丁狗的烤箱、布丁狗计时器、汤锅啊，然后烤箱、烤盘，然后到面包，还有什么蛋包饭啊、千层蛋糕，就是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是布丁狗。我觉得那个东西就是让人家无法忍耐的，就是布丁狗的欧姆蛋包饭，布丁狗然后就躺在一个那个蛋里面，就是这个东西就真的太可爱。因为以前的话，我可能就是会把它买回来，然后可能跟别的角色啊，或是一起搭出一个场景。可是我自己现在是觉得说，光是这个布丁狗的盒玩就可以单纯的单纲主角。你刚刚讲说，我以前可能会买回来然后拍照嘛，我就想说啊，我现在呢就是把它买回来，然后把它全部收在夹链袋里面收起来。这一款的布丁狗主题的烹饪盒玩，基本上就是你要拿来当配件，或者把它当主角来把玩都可以。就是你可以自己打造一个布丁狗主题餐厅的感觉，一个小小微缩场景。对。那接下来我要介绍的呢，算是一个小玩意儿，Sega 推出的柯南手表麻醉枪的精品。看到这个的时候，我是蛮兴奋，但我没有想过这个手表也可以以精品的形态来推出。那可见你太天真了。一般推出这种动画 IP 的手表，其实它主要比较多是把图案印在上面的那种。那这次是把柯南的手表实体化的感觉。对，手表的表面呢，上面还有我们柯南的那个蝴蝶结的小标识，一样可以像剧中掀起来，对准你觉得毛利小五郎的人。我身旁有一些朋友真的是从小爱柯南爱到长大，就算柯南里面已经变成动作场面了，也依旧就是用足球杀人，或者是原子的那个男朋友。他会直接在电影里面变超级赛亚人。这就是我要介绍的第2个柯南的麻醉枪手表。接下来呢要介绍的呢是日本的这个 Brightink 所推出的我们家孩子的 Kedama 转蛋商品，是用玻璃然后设计成小小的猫咪的形状，后面有一个小洞，你就可以把你们家的猫毛收进去里面。然后因为它是透明的，然后又做了一个猫的脸，你家的猫是什么颜色，它的毛收进去之后，它就会变成一个小宠物迷你版。哇，超赞的！然后又可以把宠物的废毛变成有效的利用。相信家里有养无论是狗啊或是猫啊的玩具人，一定是会受这个换季掉毛所苦。然后在宠物还在的时候，这个毛是一个很恼人的东西。但是当宠物走了，你就会觉得啊，那个毛如果当初有好好的给它收集下来的话，是很有纪念性的一个象征。网上看到很多人拿来做羊毛毡，对，猫毛毡。对，可是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更方便。对，因为它就可以把毛直接收进去。那它这次呢，就是有推出不同的款式，像是三花猫、菊虎斑或者是暹罗猫、八字脸猫等等的造型。那大家就可以依据自己家里的宠物，把它的毛收入进去。它可以加挂变成吊饰，那你就可以吊着出门，说哦超可爱。还可以跟朋友说，我的猫要跟你的猫交个朋友，换一下毛。换毛游戏，像以前换贴纸这样子，给你3根。我现在这里面是5只猫的毛哦。越来越诡异了啦。然后我觉得就算是家里没有宠物的人，转这款转蛋也是很有趣。你可能可以放入你自己或者是你伴侣的毛在里面。如果是放伴侣的毛，万一那个毛里面就是那个壳里面全部都是 QQ 的那种毛，不是？那如果它那个毛囊有吗？
那我的第3个要带来的呢是酷酷小车车 Tomica 跟七龙珠携手打造的第1弹作品。终于想到，你终于想到七龙珠了。其实这么慢才出有点意外。这次的 Tomica 的七龙珠主题商品呢，就是有驸马的9号胶囊机车跟悟空小时候然后坐在筋斗云上，这2个都变成了小车车。其实我自己还是比较喜欢的是胶囊机车那一款，因为我觉得那一款就是本来就是在做小车车的这个 Tomica， 然后终于可以出了这个有一点算是近未来感的那种胶囊机车的载具，我觉得这个真的很赞，入手的价格也很亲民。想了一想也觉得其实筋斗云还蛮对来，因为筋斗云它除了有轮子之外，它有一个透明的支架，然后等于说你可以把筋斗云放在上面，因为它有轮子，我觉得很准。哦，就是我觉得这个设计会有一点，就还蛮可爱的。上面的悟空，我觉得他的长相也是有点好笑，有点推推的，我觉得整个都很可爱。其实我自己觉得这2款呢，基本上你喜欢七龙珠的应该都会想要买。我还有想到一个东西，他们可以出，是我自己想，就他们可以在过年的时候出一个神龙的花车，神龙就这样玩，然后就拿龙珠，因为其实Tomica很常出各式各样作品的宣传车，比方说《冰雪奇缘》的海报，然后可以出一个年节的神龙花车，应该还蛮酷的吧。这个Tomica的七龙珠小车车呢，应该是会在2025年的5月推出。那第3个我要介绍的这一款呢，算是比较高单价，但是要介绍这一款之前呢，要先暂停2分钟。哦。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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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不及了，观众已经走了。接下来要介绍的就是 Dan Toy 所推出的 Michael Jackson 1:1的半胸像，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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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我这么冷静，大家是不是会以为我不喜欢 Michael Jackson？切啊！如果你不喜欢 Michael Jackson 的话，你的英文名字叫什么 ？Michael。噔噔噔噔。对不起，是因为 Michael Jordan。童年最屌的2个 Michael。对啊，这次这个雕像的造型呢，是出自于这个 Dangerous 世界巡回演唱会，在1992年的10月1号的那一场罗马尼亚的演唱会。经典，我还没出生。经典哎，1992年我出生了，虽然那时候我的记忆才6个月，可是我也是印象非常深刻。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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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对是回追啊！然后这个造型呢，就把它当初在演唱会初登场的服装呢，都把它完全的还原出来，还把它的这个下巴，就是有点屁股下巴的样子，把它做出来。在演唱会一些像那种耳麦啊，可能出场没多久就要脱掉的墨镜啊，都把它还原出来。头发呢也是采用直发的方式下去。那它在手臂上呢也有还原那个臂章，那整个半身胸像下面有个台座，写上了我们的 Michael Jackson 的这个名字。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有点见仁见智，因为像这种真实比例又长得这么像的，可能像亚洲人就会蛮忌讳放在家里的。那我接下来要介绍的这款呢，也是世界纪录之一的超酷酷商品 ，Mega House 跟这个陆贞精密联名的救急最小魔术方块，0.5公分超精密金属质。光听这2个厂牌就知道不简单了。它就是为了庆祝这个魔术方块迎来这个50周年纪念所推出的，它的边边就只有0.5公分，它只有0.5公分的大小呢，表示它的9格呢就只有0.16公分。你要基本上是不能玩，你要用那个小钳子。然后用那个放大镜这样子才可以。这个东西跑到我鼻子里面都不见了吧？它最酷的就是它还真的有去申请金氏世界纪录，成为这个金氏世界纪录认证的最小魔术方块。其实有点像米雕的概念，米上面刻字啊，甚至后来进展到把米刻成哥吉拉啊，精密，这就是表现你这个救急职人精神。这么小也可以做，因为魔术方块有它的固定的规格跟它的样式嘛。那还有魔术方块的这个 logo， 在这个0.16公分上面用这个最精密的这个尖端切割术把它这样子雕在上面，完完全全就是为了展现公司的职人精神。为了怕大家如果买这个东西回去很容易弄丢，所以呢，它有特制了一个这个铝制的底座，做成这个魔术方块的这个造型，然后你就可以把这个世界最小魔术方块放在中间。接下来是我的第4棒，有个大鼻子，还有胡子跟红帽子，是一个已经成年了，但是他会发出叫声的男人。就是
是会在5月发售的乐高72037马里欧跟标准车，它有1972片零件，组完之后的长度呢大概有32公分，其实算是蛮大的。整体的造型完成度呢非常的高。我们刚刚讲到的大鼻子啊跟胡子，还有它的帽子都用很厉害的零件或者是很厉害的丢弃方式去完成。它下面的标准车呢修饰掉了大部分的颗粒感，整体造型很精致之外，它还有附一个底座，变成说你可以把你的标准车这样子稍微斜的展示，整体来说就会有它真的在开车的感觉。就是整个的话真的是造型跟细致度都是一时之选哇！因为今年的2025年1月其实也有推出马里奥赛车的相关的乐高合组，但那个的取向比较不太一样，比较是小的。它角色的堆砌也是用基本砖去做，造型上可能不是说所有的人都可以接受。可是这个马里奥赛车整体的造型就是很还原电玩里面的样子，相信是又可以对，应该是又可以出圈了。第4个呢要介绍啊，Banpresto 所推出的 Fig Life 的系列，小杰觉醒的人偶笔推出的时候也是掀起了蛮大的网络上的讨论。大杰那个超长的头发变成了一支笔。关于这个，我有一个想要自首的部分，就是这个消息一推出，我一看到的时候，我就立刻先去下单，然后我才开始写文章。我呢就是被推荐的那一个，所以我觉得你不用觉得不好意思。那这个大杰的这个笔呢，我相信很多玩具人也会觉得哇，好像心中有一块被满足了。因为之前呢也有推出过 HG 系列，而且那时候推出的也是被炒到一个不得了。没错。然后现在要买可能也买不太到。这次是推出这个呢，我觉得就是可以弥补一些之前没有买到的玩具了。它除了头发的部分可以拔出来变成超长的笔之外呢，它还有附上这个放笔的地毯。它放笔的地毯呢是用特效配件去做的。小杰变成大杰的那一瞬间，它不是有旁边有那个很黑暗的那个念能力往上飘，它是用那个特效配件来当做它的笔架，所以可以直接靠在它的脚上，让它可以很好的站立。整体的高度呢来到了60公分。它的造型呢跟我之前买的那个 HG 的，其实它的整个比例又更大。这个买回去呢绝对是不会吃亏的，推荐给各位玩具人。我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个第4棒呢，也算是一个强棒，万代跟日本潮流品牌 Neighborhood 所联名推出的这个 SRL Bandai Spiral 邦赛 Model Kit。它这个邦赛呢不是台语，是日文盆栽的意思。它就是这个 Neighborhood 的这个植栽系列 SRL 联名的盆景艺术组装模型，由这个日本滨本丰松园主理人滨本佑介亲自设计的这个无漆五叶松，这算是一种非常吉祥的浮木。它是采用非常写实的风格，包含它的组装模型的零件里面还添加有木粉，去还原它那个木枝的那种复杂的纹理，一小株一小株的那个五叶松，你这样子慢慢的组装的这个过程，就可以感受到在赏完盆景的那种平静感，对，静谧的感觉。它就是有设计了4种不同的五叶松的造型，包含它底座的苔藓啊，还有就是盆景设计上需要用铁线去控制它生长方向的那个铁丝，它也都有仔细的给它还原。因为玩盆景的这种也是非常注重它的盆子本身，它这次的盆子呢就用原设计所使用的长方形的 Neighborhood 的盆栽，还有我们的万代，还有这次 SRL 的字样。像这种结合生活的精品系列，或者是像乐高啊，有那种花艺系列，我觉得玩具人的乐趣就是要把玩具跟生活做结合。它整体的完成之后，会真的跟真实的盆景很像，然后摆在家中，既是玩具又是品味。对，这是我推荐的第4棒，强棒出击。最后一棒选手来自上个时代的选手参战，他从1977年就登场了，是由 T-Art 推出的《星际大战 Dejaric 全向战旗转弹》。又星际大战又战旗。他除了在1977年那时候他们在1001号上面，那时候是丘巴卡跟 G3PO 还有 R2D2 这个机器人搭档在对战，然后他在后续很多作品，像是后续的《韩索罗外传》跟之后有些影集作品里面也都有登场这个 Dejaric 的这个战旗，有一点像是斗兽旗吧，就是你会操纵各式各样的外星种族。那些外星种族是实际存在于《星际大战》世界观里面的一些角色，像是一些爬虫的生物啊，或是一些智能没有很高可是力大无穷的一
些生物，那你就可以操纵那些角色在战棋的台面上面进行攻击啊、策略的玩法。那这次这个转蛋呢，算是十分的有野心，因为它总共推出了8个种族，然后有2种配色，所以它这一套转蛋有16款可以给你收集。其中一个就是细致的实色，就是一般他们种族的细致的涂装，有把它的身上的一些纹理啊，然后皮肤的颜色给进行精致的呈现。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全向投影的蓝色透明感。我觉得像这个转蛋啊，就不是那种经过转印科的转蛋，没有一套真的不行。对，这个转蛋你真的是你要直接去买一套是实色，或者我想要买一套透明的全向配色，就是真的这种转蛋，我觉得还很过分，算是蛮厉害的。对，又牵扯到士兵感的棋子类游戏，就变成说有些角色你甚至可以复数手，因为他那些角色就是都反映出最初星际大战那时候的世界观，所以很多角色其实都蛮有魅力的。买了之后一定不会后悔的一个转蛋。那我的最后一个呢，我觉得算是比较悲伤一点，玩具不悲伤，但这个玩具的故事蛮悲伤的。NECA 所推出的忍者龟最后的浪人，故事背景呢是在一个饱受摧残的纽约，大反派许瑞德的孙子掌管了这一切。原本的忍者龟的4兄弟就只剩下一个人，米开朗基罗，其他人都在战斗的时候就过世了，就连他们的师傅也是一样。米开朗基罗呢就展开了这个复仇之路，孤身一人的他呢成为了这个复仇者。那 NECA 所推出的这个乌龟兄弟鬼魂的7寸人偶呢，就推出了里奥纳多、多纳泰罗跟拉斐尔这3个在剧中已经过世的角色。整体的造型呢，它是做的有点像是透明的样子，因为它等于是米开朗基罗有点像是在梦中梦到他的兄弟，甚至魂魄形态。我觉得它那个半透明的那个材质，它是有点雾雾的，在灯光打下去的下面，真的会有一种蒙蒙感。不过在线条上面呢，也是有用一些美漫的黑色线条做呈现，因为他有点精神，有点状况，就是有一点在跟他的兄弟对话，可是其实那些兄弟都已经不存在。而且那时候米开朗基罗其实可以一个人用所有人的武器。然后因为他之前也有推出米开朗基罗，但其实米开朗基罗的那个造型，是整个就是一个不开朗基罗，很黑暗的造型，带着一个复仇的黑绷带这样，然后背上背了就是他的兄弟们的武器。喜欢忍者龟的玩具人呢，绝对也是非常值得收藏。那我的最后一个呢，算是我近年来的遗珠之憾之一，兽屋所推出的五指转身，到了异世界就拿出真本事的洛奇西米格路迪亚。然后这次是推出了原色版本的1/8比例。为什么说是遗珠之憾呢？因为它其实在2022年有推出一个彩色版本，但是因为它当初在推出的时候，它在官网上完全没有这个商品神秘隐藏版的介绍。透过预购之后，等它一推出，它的价格就是飙到一个高。那它这次呢就推出了这个原色版本。那为什么这款商品我会觉得这么经典呢？因为它就是还原这个师傅剧中贝鲁迪做出来的人偶造型。跟剧中一模一样，仿实高象的这个色彩，它最特色的就是它连在剧中，因为鲁迪算是一个变态，所以他在设计的时候呢，这款模型是有一个隐藏的第3只手。乍看它只是一个魔法师的模型，可是实际上它的披风可以透过这个机关拿下来，里面是师傅遮住自己的胸部，隐藏第3只手造型。我觉得这个设计非常酷，因为你从外观完全看不出来，里面还藏有这样子的设计。原始造型上面你不会觉得哪里有怪怪的，顶多就是它的斗篷肩膀上有一个分线。那当初在官网释出的时候，大家就盯着那条分线，想说这个分线有问题。结果推出，果然它竟然是可以拆开，拿下来，露出它里面害羞的师傅遮住胸部的造型。就算你没有看过这部作品，你也会觉得这是一个很酷的玩具设计。它这次推出的这个原色版本呢，其实更打中我的心，因为它就是跟剧中完全一模一样的配色。然后最重要的就是它脱下那个长袍之后，胸部这边露出了一小点点。你懂那种遮住了重要部位却没遮住字的意义吗？哦，有把字露出来。对，就是那一点字，我觉得哇，这个真的是画龙点睛嘞。就是喜欢五指转身的人呢，一定会对这个商品觉得很激动；没有看过的人呢，也会觉得这个设计很有趣。这就算是我的最后一棒的强棒推荐。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这次要跟各位玩具人上半年玩具人编辑推荐的玩具。那各位玩具人呢，也可以在下面留言，最近也关注了什么玩具，可以让我们知道。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大家记得订阅玩具人频道，小铃铛开起来，追踪我们的 IG 上面有更多幕后花絮。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分享出去给更多玩具人看。那玩具，下周再见，拜拜。这是我们的福利脸。
没有买到。哦你在想以前那时候五条悟刚出来的时候，不是被炒很高嘛，然后后来不是再战嘛，然后价钱就回稳了嘛，然后再来就被斩，然后对，然后再跌一波。然后福利也到现在都没有要再犯的意思。说不定只是还没而已。你只要等得够久，以他们那个销量的速度来看的话，因为这个五条悟很快就宣布要再犯了，对不起，因为他知道五条悟一样被斩。五条悟要做要快啊！赶快收割啦！大家因为福利连依旧是形象良好，所以就是我觉得会，我觉得还是有机会，有机会啊，我也希望。